这是一种2010年代之后完全依靠 YouTube 火起来的曲风。代表人物你可能不清楚，但代表的卡通人物你一定见过。一个托腮的小女孩，一本书，一支笔，一盏灯，窗外有夜色，窗台上有猫，耳机一戴。此刻无论你是做家务、写作业、喝咖啡，还是单纯想 emo 一会儿，这个曲风都能完美匹配你的诉求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ap G， 欢迎来到 Ham Records 的频道。今天我们来聊 Lo-Fi Hip Hop。在之前的节目里，我们已经详细介绍过 Hip Hop， 所以我们先来说 Lo-Fi。Lo-Fi 的全称是 Low Fidelity， 低保真。从声音上来讲，低保真是一种不适宜的信号和噪音间的比例。比如，这是一段我说话的声音，这是另一段我说话的声音。后一段声音里带有我们常说的环境底噪，所以这就已经是一种 Lo-Fi。而最著名的 Lo-Fi 效果是这种声音。这种类似炒豆的噪音，就是另一种我们常说的黑胶底噪。黑胶唱盘的播放原理是，唱针要在黑胶唱片的纹路里前进，这些纹路非常细，在显微镜下放大500倍看，它长这样。而纹路内侧这些黑色的东西，就是落在唱片纹路里的灰尘。当唱针在前进过程中碰到这些灰尘，那一瞬间它就无法播放出歌曲原始的声音，产生细小的失真。反复碰到灰尘，就会产生细密的炒豆声。听黑胶的人必备的黑胶静电刷，就是为了防止这个问题。所以这些代表 Lo-Fi 的声音，其实都称得上录音事故、播放事故，但最终却成为了一种音乐形式。1967年，红遍全球的 The Beach Boys 乐队开始转型。要知道，在前一年，他们还是 NME 杂志年度读者投票排行榜的世界第一乐队。The Beatles 和 The Rolling Stones 都排在他们后面。但他们出道5年时间，已经发了11张专辑，唱片合约里又明确写着，今年还得再出2张。乐队成员天天住在录音棚里，都被过度透支了，所以他们决定不去录音棚，就在成员 Brian Wilson 家里写歌、录音。手边有啥乐器就用啥乐器，声音质量啥的也不管了。最终1年内完成了2张专辑。这是他们之前的音乐。If everybody had an ocean across the USA, then everybody be served like California. 走的是朗朗上口的白人快乐摇滚路线，这是这2张专辑的音乐。破音、底噪、失真的鼓、过小的音量、不适当的混响，乐评人怒批这是业余音乐。2张专辑的销量也都非常惨淡，但这种充满瑕疵、返璞归真的制作方式，用现在的话说，居家办公的方式，却得到了同行们的喜欢。Bob Dylan 的新专辑立刻就跟上了，其中一半的内容在家里录。There must be some way out. Can't get no relief. 然后 The Beatles 解散， Paul McCartney 也开始这么搞，他更狠，全部内容都在家里录，和声都拉自己老婆来唱。眼看巨头们都这么搞，唱片界终于接受了这种制作方式，称这种音乐为卧室音乐或者 DIY pop， 这就是 Lo-Fi 音乐的起始。1970年代，朋克音乐开始崛起，这种曲风本身就糙，年轻音乐人纷纷开始 DIY， 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就是 R. Stevie Moore， 这哥们儿是个奇才，从16岁就开始在家 DIY 做专辑。对，人家 DIY 的不是单曲，而是全长专辑，至今他已经发了超过400张专辑。对，不是400首单曲，是400张专辑。他还自己做发行，发行方法就是手动给听众寄自己录的磁带。全盛时期据说有100多人每月定期买他的专辑，他甚至还会自制 MV。 Possible, impossible, it's possible, impossible, it's possible, impossible now. You are just part of the problem. Thank you. I'm aware of that. 而 Stevie Moore 被广泛视为 Lo-Fi 音乐鼻祖，但他自己接受采访却说，我那些 Lo-Fi 根本不是艺术选择，我单纯就是穷。不管 Lo-Fi 音乐的制作品质有多低，但他永远在音乐行业站稳了脚跟，因为粗糙的制作代表着低廉的生产成本，各种新奇的、古怪的，或者单纯就是好听但没有唱片公司门路的音乐就得到了表达机会。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 Beck。搞明白了
lo-fi 音乐的来历，接下来我们聊它怎么跟 hip hop 音乐扯上关系。时间来到1990年代 ，hip hop 从美国传入日本。一个名叫赖野纯的东京小伙，从小就爱听歌，尤其喜欢听爵士。长大后在涩谷开了家不怎么赚钱的唱片店。当他开始接触 hip hop， 发现这种音乐不用高超的演奏技术，只要有一台采样器，把别人歌曲里的片段重新拼贴，就可以制作音乐。他内心的音乐人梦觉醒了，于是他把自己的日文名 Sebajun 倒过来写了个 New Japanese 译名，就开始制作 hip hop 音乐。他的主要采样对象是自己最爱的爵士乐，但由于没有好的录音环境和器材，所以很自然也走向了 lo-fi 的制作道路。两种原产自美国的音乐风格，从此被一个日本唱片店老板用诡异的方式融合到了一起，但架不住 New Japanese 做出来的歌实在太好听。2004年，日本动画神作《混沌武士》请他来做配乐，就有了这首著名的主题曲。这部动画很快就被美国的 Adult Swim 频道相中，并引入美国。对，就是那个播放 Rick and Morty 的频道。美国的年轻人们听到了 lo-fi hip hop， 虽然不知道这种曲风具体叫啥，但在他们心里埋下了种子。直到2017年 YouTube 开始大力推广他们的直播功能，一个叫 Chilled Cow 的音乐频道开始全天候直播音乐，放的歌曲全部都是 lo-fi hip hop。他们频道的定位非常清晰，适合学习和放松的音乐，并且在所有视频里都搭配了一个小女孩形象。频道很快就获得了1000万订阅，单个视频的播放量经常过亿。由于看到这个小女孩就知道会伴随 lo-fi hip hop 音乐，所以这个小女孩也逐渐被称为 lo-fi girl， 变成了一个网络 meme， 甚至衍生出了各种版本。比如英国保守党几年前就制作了自己的官方版本。And then we can get on with all the things that I think the people of this country really want to focus on. 2021年 Chilled Cow 频道干脆把频道名改为了 lo-fi girl。其实由于各类版权原因， lo-fi girl 这个频道几度被 YouTube 下架，后来都因为民众呼声过于强烈重新上线。事实证明，人民需要 lo-fi hip hop 以备不时之需。接下来让我们也制作一首 lo-fi hip hop， 以期获得上亿点击。首先一段带有律动的 hip hop 鼓组和 bass， 然后加一段充满爵士味的和弦。可以使用爵士老歌采样，也可以自己手写。这里为了避免版权问题，我们自己手写，多用低七和弦和调式外音。再加入黑胶炒豆声。最后暂时忘掉版权问题，注入祖传人声，一首 lo-fi hip hop 就完成了。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欣赏 lo-fi hip hop？ 如果你是音乐人，非常简单，只需要听它的和弦和律动，这说不定就是你的致富密码。如果你不是音乐人，稍微复杂一点，此刻你可能正在看书，正在写作业，正在写 PPT， 正在喝咖啡，正在深夜 emo， 可能性很多。此时你需要打开一个 lo-fi hip hop 的直播频道，从头听起，碰到不适合你定位的歌就跳过，碰到适合你定位的歌，无论此刻你正在干什么，你瞬间就变成了一位情感细腻的都市丽人，一场感动自己的装逼之旅就开始了。装逼之余，也请不要忘记这个系列的核心宗旨：享受音乐，适度装逼，不要有优越感，多给音乐人打钱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你还想知道关于音乐的什么，欢迎留言告诉我们。最后，请不要忘记关注、点赞、转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